这一节是有关中国式的经营方式，主要是讨论到从宋代以后，尤其明清两代以后，一到中国的近代现代，有一种的经济形态是怎么样的。这经济形态相当的独特，对中国发展顺畅不顺畅有历史上的验证，那么是相当的可以争议的事情。用总的来说，就官方企业或者官方人士的干预对于企业发展的一些描述。中国的这个经济从汉代开始，货币就使用了，比如汉代5铢钱是很有信誉的一种铜币，一直到唐代这种铜钱国家铸的铜钱再加贵金属做元宝，是基本上中国的货币的形式。但这种货币跟现代的货币定义也不太一样，从汉代到唐代一直还有另外一种货币呢，就是丝帛。中国是出丝的国家，丝是正在中的布样的帛，这个不但在中国国内是一种衣服的原料，而大批的运往中东，运往欧洲，西方国家跟中东国家都没有见过丝，也不知道怎么出产丝。丝对于他们而言是很独特的一种服装的原料，所以这个是向来中国外销的很主要的一个项目。从直接卖丝出去到外商进来买丝带走，这是在对外贸易里面中国相当占便宜的一个商品。那么等到后来呢，中国和亚洲草原上的民族在发生冲突纠纷的时候，如果中国败了，常常就以丝帛作为一个赔偿。所以丝帛作用非常复杂，它既是商品又是一种货币。等到唐朝德宗时代，就是过了安禄山之乱以后，唐朝复兴的时候，中国脱离了商品货币的时代，脱离了自然经济的时代，进入了货币经济时代。以前缴税交人头税一定要交钱，交生产税可以交稻子，也交丝帛。那这个钱是政府发的钱，政府发的钱作为一个缴税的本钱的话，你必定要有商品来换取这种钱。因此汉代实行这个人头税的办法，促进了那自然经济转换成货币经济的一个过渡。到了唐代有了改变，唐代在安禄山叛乱之前后演变的节度使他们常常要求政府，与其你拿钱运到我这来，你不如给我个特权，让我在当地开炉铸币，自己铸币。那么我有一定的数量的限制，我不能超过这数量，加个码是拿地方铸造的。这个就是拿官方中央货币的制度变成多元的铸造，有时候就管不着了。那么更进一步呢，是到了德宗时候，政府本来收的有实物税，就是稻米跟那个丝帛，多余的这个存在地方的仓库里面，以省级为单位，当时不叫省，叫做稻，以稻为单位，每个稻有一个库，库里面呢储蓄这种商品的收入，作为不时之需，也供给老百姓饥荒时出售，也供给官方种种的用途。但等到德宗的时代，一个财务主管他就建议说，不如简单一点，拿这种税摊成货币，老百姓可以按照当时市价缴纳谷类和丝帛类当作人头税，这就变成是一贯作业，不再有实物税跟人头税的差别，而是一贯都以钱币来缴税。这个叫踏入纯粹货币经济的时代。更进一步，各地既然仓库不再有储蓄，那么仓库里面已有的储蓄可以在各道自己需要现金的时候，把仓库里面的仓储抛向市场。同样，如果当地的食物
价格太贵或者价格太贱，官方可以贱价的收入留在仓库里边，使得老百姓不会受货物的贱价的影响，谷物食物的价格跌了，如果他一在市场上换价钱了，他吃大亏，就不如缴个库里边。那这种长平仓的观念跟官方来调节市价的观念拼合在一起，就使中国的经济设施有个很革命性的过渡，不但是过渡到货币经济，而且过渡到政府可运用手上资源自由抛出或者购入来调节物价的高低以及当地的货币流通的数量。这个演变到宋朝之后，因为宋朝常常有外患，常常边缘的地区来不及向政府要现金，也来不及要政府输送东西去的时候，当地的民政军政的首长就可以出一个信用状，购买地方上的市面上流通的食物，供给军事国防的需要。同时呢，军政国防掌握的一些现货，它也可以随时抛售到市场去来供给了当地现金的需求。这种的地方性的现金和资源之间食物之间就有个经常的调换，政府几乎就可以完全调控全国的食物的供应以及货币的供应。讲起来，这种设施并没有理论基础，都是各个时期慢慢演化出来的结果。跟同时代的欧洲来比，这种做法是现代的多了。现在的经济学理论上也就不过是你掌握货币跟实物之间的调控，那么中国有这个办法。而宋代更进一步，许多官府、县政府、道政府等等军队的官司令部都可以有官邸本钱，他官邸可以拿他自己掌握的一些现金或者资源随时上街去调动。说他有多余的经费没有用的话，他就可以拿这经费借贷给商户，让商户去操作运用，要按照一定的利润的比例缴回给当地的地方政府，这叫官邸本钱。这个在宋代的小说笔记里边常常见。以《水浒传》而论，但《水浒传》不是宋朝本身的书籍，但宋朝的事情在《水浒传》里面表现的相当的真实，原因是宋代的笔记的这种资料相当的丰富。比如《水浒传》里边，鲁智深三权镇关西，边防军总司令叫钟相公，他的衙门里边可以拿一些本钱，在他延安的市上经营卖猪肉的时候，郑屠告诉鲁智深，我是领了府里边的本钱做这个店铺的。又比如《水浒传》里边，武松在孟州十字道领了当地的地方治安单位叫劳营，领了劳营的本钱的一个店家，姓蒋的店铺、商铺和旅馆的主人打了一架武松，把他摔死了。然而武松本身呢，是又在孟州十字路口的管营的作为打手的。这个复杂的情形就比方说，一个很小的当地的官方单位可以委托一个商人去经营旅馆跟餐厅，这种例子活生生的就可以官邸本钱。因此宋朝的情形，官家跟民间的中间的互相运作的交流，本钱跟货物之间交流，或者服务业之间的交流是相当的活泼。也就是说，政府参与甚至干预民间的一般的商业活动，这个是中国近古以来常常有的事情。宋代还有一个特殊现象，就是若干重要的产品，比如盐、铁、茶、好的瓷器、木材等等等等，都有一个专门的监。这个监不是政府的部门，另外一个单独的三监里的单位。这三监谁运用它，谁拥有它呢？
等于皇室自己的私产，它和政府的公产是分开的。皇室掌握了这种资源在手上，设了监来管理，冶铁铸器都有这种监来管理。谁是管理的人呢？我们大家都知道，宋代得天下是许多军人拥戴了赵匡胤称了帝。赵匡胤跟他们条件呢，就是你们不要管事了，你们从此从军队里退休，你的子弟你的世世代代我们来管，公训子孙，这个皇亲国戚，从这个公训子孙就转移到皇亲国戚。公训子孙常常是跟皇室联姻的，这些人呢就变成经营在监里面的专门企业的人员，管理跟经营的，他自己不太管，他去收钱去。这钱呢收入皇上的私库，跟公库分开的。我们有个老同学在芝加哥，他写了一个宋代的经济他就拿着监的资料计算起来，他说当时中国铸造钢铁的数量是全世界的1半以上，就用监的资料。监里来呢过路税，在国内是过路税，在进出口里面是关税。也就是说，有一批看不见的贵族以其特定的身份为皇室服务，掌握了最有利润的一些企业，拿这个收入呢来支付养活这批世袭贵族的或者是皇家亲戚的。这个情形延长到明朝一样如此，不过呢不再是公训子弟了，而是政府由太监、司隶监派人去经管这些事情，尤其过路税、关税的都是这一类的人管理，也就特殊的生产单位也由司隶监派人去督导由皇室拿在揽为自己私利。明朝封王很多，子子孙孙呢散在全国各处，除了南直隶、北直隶2个单位以外，大概全国各县都有王府。这王府也有特权经营事业，他们就和司隶监管理的各种亲历事业有时候平行，有时候是互助，有时候互相竞争。明朝这种制度造成很奇怪现象，国家穷得一塌糊涂，老百姓穷得一塌糊涂，国家没钱去支付国家经营的驿站，就是官方的邮政路线。王爷们跟皇室本身日子一点都不苦，一点都不穷，政府反而没钱。清朝亦复如此，清朝在没入关以前，就是大汉本身就是拥有所有的满洲公和私，钱都是归他的，连所有的部落的群众都他奴才。所以大汉和老百姓关系不是君臣之间的关系，而主奴之间的关系。满洲的人本身还一些呢，他自己身份高一点或钱多一点，他也可以拥有自己的奴隶。到后来这些奴隶中的奴隶就叫包衣，有特定的相图。奴才旗、汉军旗很多都是抓来的俘虏做奴才、做奴隶，汉人呢做满洲奴隶。这话说半了，我意思就是什么呢？满清就有一个公私不分的观念，就皇室支持所有人的主人，这个观念就变成是满清的皇帝具有双重的身份，一部分他是主子，另外一部分是君王。汉地的收入是君王的，满洲人夺来的产业或者在满洲经营的产业都是私人的，都是皇帝的私产。下面每一个不同层次的他的奴仆包括所有的这个贵族里面有王室身份的人，都是皇上的奴隶，他们的奴隶的奴隶也都是归属在皇帝的这个奴隶里面。因此满清征服中国，汉地是君臣，满洲人跟汉军旗的手上都是皇帝的私产。有一个内务府，就皇帝的内务府，
就管这些私产，然后皇庄就是皇家的庄园，它的收入是属于皇庄的主经营者、管理者，但终极的主人大汉。所以这一批收入归根结底都属于大汉和内务府来操控。这内务府就有中人里边的一些人，满洲皇帝特别信任的一些旗人，以及他自己家奴里面最信任世袭的人，就做这些。比如说《红楼梦》里边，曹家是个包衣，曹家是汉人抓去做奴隶的，曹家亲戚都是包衣。薛蟠就是薛宝钗的哥哥，他就领了内务府的执照去经营洋商的业务。我这么一大段叙述就是说，这个公司分成两绝，执政者皇上、皇室以及执政集团拥有一大块属他们私人管理的，不属于政府管的。这个和汉代官和私分开不一样，汉代官可以凌驾于私之上，而清朝的私凌驾于公之上。以这个背景，我们就说个事情，就牵扯到国际贸易。刚刚我讲过，从宋代开始，中国的产业生产量是当时全世界生产量的相当大的一部分。中国今天是全球性的生产大国，这个在历史上已经有过前例，有好几百年的前例。不过中国人不自觉，他没知道掌握了全世界的生产量多大。在这种情况之下，西方人要求通商，就形成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中国说我们卖东西出去，我问你买什么东西进来啊？我们怎么通商啊？所以这个叫做矛盾，那个两边自我形象的矛盾。回过头来说，西方本身，把麦哲伦发现新航道，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都投入海洋贸易的竞争。我们知道海洋贸易实际上是海盗跟海商混合体，两个敌国的敌对的商队在路上碰到的时候，我的火炮比你强，我就跟他就搂过来抢了你的商货。这种海洋贸易，以英国、荷兰为例，理论上都不是官家在经营，不是荷兰政府或英国政府在经营，理论上都有一个叫东印度公司，荷兰东印度公司、英国的皇家东印度公司都是经营海上贸易的。我要特别说明什么？这些个荷属东印度公司、英属东印度公司都不是政府在经营，理论上皇家在经营。也就是说，英国的皇室和荷兰皇室都是海盗头、海商头，这是皇家经营的特别的名称。我们到香港去看还看得见。香港的回归以前，香港的跑马厅、马赛的经营是皇家的，叫 charter 的。御准，香港有个银行叫 Chartered Bank， 御准银行就东印度公司设的银行。因此呢，官方尤其皇室以皇室特殊地位介入了盈利事业，并不是中国的特殊习惯。那后来英国就以东印度公司名义等于是篡夺了印度。我说这两条路就表这个在近代史上，这个全世界都常见的这种方式，甚至于欧洲殖民地的建立都常常以类似的方式，先由东印度公司掌握主权，然后过渡到英王，然后英国的政府才能干预。回到中国的事情呢，中国在明代的晚期，沿海输出输入的国际贸易非常兴旺，可以说欧洲的商船直接过来，不再经过印度和中东的媒介，所以呢，这些商船带来商货带到欧洲去卖的时候是100倍的利。以当时航海的技术而论，
郑和船的吨位大，结构结实，导航方向准确，应该可以超越欧洲来的船的。真要到当面对仗的时候，欧洲船不见得赢。有个例子就是郑成功的时代，他的爸爸开始组织一批海商海盗双栖的海上部队，当然不止他一家，沿海广东福建都有海盗的团体。到郑成功在台湾建立政权以后，郑家旗号在太平洋上飘扬的时候，荷兰船葡萄人看着他要退避三舍，缴税，缴上许可税就抽你头，抽了头让这海盗船的经营，台湾的郑家政权就靠这个力量撑起了海上帝国。可他没有去夺取殖民地，他就是收各地的荷兰人船什么等等船的抽头。我说这一大堆很复杂故事，就是说近代这种半官半商的企业属于这个政府跟皇者之间的灰色地带，运用特权可以做很大的事业，而且他收入可以完全没有王法。等到中国败于鸦片战争，要开始洋务运动，中国的洋务在思想上改造还没开始，能够理解西方思想、西方科学的人寥寥无几。葡萄牙人天主教神父，中国接触的是西方的第一接触点，这些人他们的知识的领域跟知识的深度都不是当时走思想革命的人，趋向于理性思考的哲学等等，在葡萄牙人神父脑子里面是不合法的，神学的背景是不合法的，所以他们并不介绍最现代最前进的部分，反而介绍些有折扣的部分。荷兰人是西方新教的主流地方，反对天主教的新教，荷兰是他们主要的基地之一。荷兰人在日本介绍的反而是属于当时欧洲的最前哨的现代的哲学、现代科学的最前哨的一部分。所以中国获得的西方的历史知识了解和日本获得了解有差距。到了八国联军的时候，中国临时凑出来的一些现代强迫的部队无法抵抗西方。所以到清朝晚年屡次失败，败到了输的是一塌糊涂之后，第一个需求要办的是学洋人的科学和技术，实际上学洋人的技术，引进西方的技术。这个第一道关口，引进西方的钢铁业跟军火业的制造。于是乎曾国藩就在上海设立了江南造船所，目的造兵船、造火炮、做枪舰，那么也教学生制造，这种全部官营。另外例子就是在汉口成立的汉冶萍汉阳铁工厂，也是官方经营，不仅官方经营官方的制造以外，采矿、冶铁等等等等事业。汉阳铁工厂的军工厂一直到抗日时期还中国本部唯一生产军械的兵工厂，所有的中国的枪械都叫汉阳造，可以造到机关枪、小的迫击炮，更进一步生产不了了。所以张之洞跟曾国藩以及左宗棠在福建设立的福建马尾造船厂都是这个意思。这个纯粹官办官用，但从那演化就有了官督商办。各地的电话局、电报局几乎各省的都是官督商办，你办，官方监督你，给你个执照让你经营，但你每年要缴若干的收入。就一些铁路的建造也是如此，公路局的建造、港口建造很多都分散的各处，是基本上清朝末年
洋务运动之中，尤其生产业跟制造业，尤其国家纪检有关的，不是国营就是官渡商办。第3步就有叫做授权民办，在今天这叫 BOT Build and Transfer。 这 BOT 的做法今天世界上还相当流行，政府委托一些商家投标建设一些东西，商家可以经营这些东西，就船公司，比如说铁路、航空业、大桥、大的公路、矿产等等等等，都这么多。在清代的时候，招商局就是 BOT， 但清代规定招商局要归还国家的时间，清代亡了的时候，招商局还没到限期，所以招商局经营到民国时代才交还国家经营。我说这一大堆话就是说明中国的经济发展的过程之中，跟欧洲、美国发展过程之中有很大的差异。美国从来就没有官方干预私人投资，官方容许私人投资，容许私人投资得到特权、免税或者减税，但是过了一个期限就不许他再免税减税了。除此之外，官方没有直接投资，政府没有直接投资。到了东印度公司的例子过去以后，英国也没有官方直接投资了，牵扯到这个企业跟经济的发展，而中国一直存在。我相信大陆在20年之间有种种形态、种种方式的合作，这一类的类似方式合作恐怕也在所难免。我这一大堆说明就是在所谓第3世界进入第2世界，第2世界进入第1世界，从开发中国家进入到开发国家之间，如果纯粹以资本主义的自由经济而论，政府不应该干预。但几乎所有的开发中国家要进入开发国家之过程之中，几乎在所难免有政府深度的投入。BOT 现下的澳洲、比利时、欧洲的若干小点的国家无处没有。官方干预常有时候是合理的，有时候不合理的。从好的方面讲，可以逐渐走向国家社会主义。所以很多世界事情，善和恶，好意和坏意，我们有说它的间隔就一根头发4指差，也不能在制度上控制，也不能在行为上控制。我们只能说很多时候这种情况很难控制，处理起来要极大的小心和谨慎。如果国家绝对的权利要强制企业发展，那就完全是管理的成分，管理人员不在乎这个企业本身的盈亏，上面交代他的生产任务到达了，成本的浪费他就不在乎。所以今天我谈的各方面基本上是向各位提醒，从纯粹的社会主义理想到国家管理以及到国家社会主义之间，这许多可能性都曾经在方式甲、方式乙、方式丙中出现过。管得好不出岔子，曾国藩管得好，江南造车厂没出过岔子，张之洞管得也不错，没岔子，但李鸿章手上办的许多 BOT 就很可疑。